Hello， 大家好，我是瑞贝卡，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本期视频的主题呢是淘宝开箱。我右边呢现在有2个非常大的包裹，是我这次双11血拼之后收到的2个转运箱子，然后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15公斤。说实话，这次运费对我来说还是感觉有一点小心疼的。本期视频不是合作视频，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包括转运费用也都是自己花的。还有一点就是本期视频的开箱不是我这次的全部，因为我下周准备圣诞节和朋友，就是上次跟我一起拍视频的恩庆，我们2个准备圣诞节交换礼物，其中一部分呢都是来自于淘宝，所以我买的有的是只给他，或者是我们2个一样的，这些我都不会在这里开箱。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下周收看我的视频，看我们2个开箱交换的礼物。那如果你对这次淘宝开箱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看下去喽。一个一个拆，然后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因为东西比较多，我希望在一个视频里发完。还有就是之前有网友反映说我话有点多，所以说我就简单明了的把这些说完。首先第一个呢是沙滩鞋，对，这个我其实想说一下啊，为什么我要买这个？本来说呢，圣诞节准备我们去坎昆玩，结果我发现我在圣诞节那个时候订的票价要比平时贵快10倍，因为我查了12月16号到12月21号这段时间去坎昆呢，一共才要2000加币，然后但是我从12月25号到12月31号这个时间呢，要1万多加币，所以我决定圣诞节去 Vegas， 到时候给大家 vlog。在我没有决定不去坎昆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些跟海岛有关的东西已经下单了，所以说那就先放着，可能下次再去。那第一样就是这个沙滩鞋，这沙滩鞋其实我还蛮想说的，这个样子呢要比正常的沙滩鞋好看很多。正常的沙滩鞋就是我把图片放在这边，就是有点很普通，然后土了吧唧的。这个沙滩鞋是可以在海里走路的，在沙子上或者有石头上不怕扎脚，也不会被海水冲走。它设计样子就有点像舞蹈鞋或者是运动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很多颜色可以选择，我选的就是粉色。第二样东西呢，看看这条盒子里是什么，是一个这样子的干花，我觉得放在我视频的背景，或者是放在我家里做一个装饰还蛮好看的。有薰衣草，还是满天星，还有一个松塔，还有就是小棉花，我觉得颜值还是挺高的，放在家里做一个摆设。然后呢，映入我眼帘的呢就是叶子，我买了点假叶子，有2个龟背叶，2个椰树叶，也是一家店买的，想说做一个视频背景，或者是放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做摆设。Next one 是一件衣服，是 Maki Studio 的，之前跟大家推荐淘宝店铺就有说过，他们家的衣服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呢是一个小衬衫，这个衬衫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衬衫，我觉得设计还是很特别的。这边是收腰的，再加上底下下摆是一个不规则的设计，然后袖口呢也是这种灯笼袖，再加上有一点落肩，还有就是它的领口就像这种很随意的褶皱，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不像正常的白衬衫那么普通。白衬衫也是一个百搭利器。然后是2包糖，这2包糖非常的好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 Minzy的薄荷软糖，就是那种正常的奶糖的软糖，嚼在嘴里又有一股薄荷的味道，又可以清新口气，然后又是那种奶奶的，不会很甜，我觉得很好吃。然后这次正好在双11天猫超市把它下单了，我们这边是没有卖的，他们是有很多口味可以选择的，反正其他味道我也没有尝试过，这个我吃过，觉得非常好吃，推荐给你们。下一个呢是一套睡衣，这个是蓝色的，我买了2套，我买的是情侣款，这个是给我男朋友的，其实是薄薄的那种，我没有想到有这么薄，但是质量超级好，那种纯棉的，很软，然后弹力很大。全套一个衣服，衬衫式的衣服，这样带带子的裤子，然后 size 有很多，然后男女款，我觉得情侣在家穿还是挺有爱的。下一个是一个垃圾桶，其实这个是我凑单买的，当时买这个吧，我也考虑过它体积是很大，比较占运费，但是我想呢，里面是可以装东西的，然后在打包的时候呢，我跟转运站也说里面可以帮我塞满东西，结果没错，他给我塞了好多东西。先说一下这个垃圾桶吧，这个垃圾桶是旁边有这种挂钩的，然后就把它挂在就是你的料理台下面的柜子旁边，从桌子上擦到的脏东西直接往里擦就好了，我觉得比较方便吧，是一个家居实用型的好物。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第一个是一个发带，其实我最近买了挺多这个的，就觉得我前面现在还是有一点刘海的嘛，然后洗脸其实还 OK， 但是敷面膜它经常会往下落头发，买了挺多发带的。这是 Mickey 的耳朵，白色的，好像还有黑色的，我觉得这个很可爱。下一个也是一个发带，也是比较可爱的，上面有5颗心。我觉得这个size OK， 因为我头大嘛，它本身就比较宽，然后弹力还是比较好的，一家买的。然后是一个吉利刮胡刀的刀片，其实这个我买的是一整套的，这个是买给我男朋友的，就是在
网上看到各种广告嘛，就觉得还挺方便的，因为它那个底座是可以吸的，所以说它带磁就没有办法在我这次 EMS 一起发过来，所以说我就把它发给国内了。然后这个替换刀片它给我邮过来，然后下一个就是熊宝贝，这边还有好多，就是整个这个箱子打开，一开箱就有那种非常非常好闻的味道。这个熊宝贝呢，是我好朋友从台湾之前给我带过的，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啊？属于一个香氛袋，然后这个味道呢，就有点像给小孩子，就小宝宝、小婴儿洗衣服那种洗衣液的味道。我觉得放在家里的衣柜，就整个你的衣柜一打开都是这个味道。之前不知道淘宝有卖，然后找朋友从台湾给我带，我就觉得好麻烦人。然后这次在淘宝看见了，然后果断买了5袋，里面就有15个，就够放很长时间了。大家也可以放，大家也可以放在自己家的空调出风口，出来的风都是这种就是洗衣液的味道。主要它又很便宜，它一袋是15块钱，然后里面有3袋，它一次就够放几个月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是内衣专用除菌皂。是立白的，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是用得上的。我洗内衣裤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咖啡色的那种肥皂，但是它没有除菌的效果，所以我又在那个我们大统华超市买那种小林制药的除菌内衣裤除菌的那种水，所以每次洗着就蛮麻烦的，要2次。这个我觉得就很好啊，就是内衣专用的，还可以除菌，然后里面有3块。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转运啊，其实还挺沉的。然后垃圾桶里面还有这筷子嘛，不知道2个像吸管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放这个假花的，真的好像是这样的，这样放在家里可以立着，它的杆儿比较短，然后这样立在家里放在一个瓶子，然后这个垃圾桶就空了，然后下面东西是一堆。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还记得我在大牌鞋子分享跟大家说的龟底鞋子吗？就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款鞋子。我有推荐跟大家说一定要钉底，我只有1双鞋子是钉底的，剩下那几双都没有钉底。鞋盒这么长时间都已经丢掉了，它给我的底儿我也找不到了。哎，在淘宝找到了它的代替品，但是它要比龟底自己要薄。但我觉得也要比不钉底强。大家如果跟我一样丢底儿的话呢，也可以在淘宝来找。然后下一样东西是这个也是一个干花，不是干花，是假花，它应该叫尤加利吧。反正它这个假花做的质量很一般啊，上面就是很塑料的感觉。这个尤加利本来就可以是不用怎么照顾的一个干花，我觉得还是买真的比较好。然后呢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放刷具的盒子吧，应该我估计也是赠的一个亚克力，还蛮厚的，还挺像无印良品的亚克力的感觉。我觉得这可以留着。这个泡泡袋里面还有一堆，我知道它是什么了，一堆小雕塑。拆开一个给大家看，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是为了充实我的化妆台的。我现在就是在一点一点来规制我的化妆台，我就想说摆一点这种装饰品应该会很好看。然后里面我买的是一个套组，里面有4个人，这上面有写有维纳斯啊，有莫里埃呀，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们是谁。我觉得一起放在这几个小雕塑还是挺好看的。然后下一个东西是一个盒子，这个是捣蒜器，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一个厨房神器。它是捣蒜器，就是把你想捣碎的东西啊，我不知道这个肉可不可以，上面有写蒜啊、辣椒、葱，这些就是基本的水果，或者是甚至冰块，它可以做成刨冰的那种感觉，放在这边，然后把盖子扣好，然后调过来，这边有一个可以拉的线，就这样拉，里面就可以变成小碎末。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想安利的，然后质量也是非常好，是那种很厚的塑料，然后我觉得也不占空间，也不用插电，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后下一个也是一个盒子。哦，这个是一个买的刷筒，是一个纯金色的，因为我的梳妆台那边呢，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亚克力的盒子，要不就是白色配金色，我觉得金色比较好看。然后我这个其实主要是想收纳我的睫毛膏，然后想说睫毛膏一个桶，眼线一个桶，因为真的东西很多，重量也不是很重，然后放在梳妆台也是颜值比较高的哦。然后就是我的那个睡衣，刚刚不是跟大家看那个男士的那个芝麻街的睡衣，然后我买的就是小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尤其我查我的运势，我明年的幸运色是黄色，所以我现在我会常用或常穿我都买黄色。我觉得这个黄色也是挺好看的，也挺衬肤色的，然后质量和那个是一样的，就纯棉的，很舒服，弹性也很高，我觉得就算我睡觉穿也会很舒服。然后下面一样东西
是一个白布哦，我知道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大家淘宝推荐店铺那个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拍照道具，就是某一个拍照道具的店里买的，就想说做一个背景布，然后选的是白色的。这背景布也太少了，不就破布吗？我在家里找一个没用的床单就可以裁出来的，这个还是挺踩雷的。然后是一个盒子，哦，这个是一个小插排。哎，天哪，忽略到了一点，这是中国的插排，人家有转换头可以用一下。然后它里面是有3个插口和3个 USB 的，然后上面有一个自己的开关。他们家这个呢，我记得是有方的有圆的，方的好像要比圆的多一个 USB 插口，少一个这种插座，所以我觉得圆的可能更适合我。然后这个东西好在它可以挂在墙上，如果你不想挂在墙上，平时放在桌子上、地上，我觉得也不是很影响美观，非常小小一个。然后它和正常插排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线很短。这个插排呢，我一共买了3个，这还有一个就是黑的，我买了2白1黑。这个黑的就是买了一个长线的，线是可以选的。然后这个黑的是因为我想放在床头那边，我们家床头那个床头柜不是黑色的吗？如果是国外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如果买插排的时候，它如果是3个口，我们这边是用不了的，就要用转换头。所以说我买这个还挺白痴的。然后下面呢是什么呢？然后下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罩衫吧，也是为了我预想的坎昆买的东西。然后是一个泳衣外面的罩衫，我觉得质量还行，就是那种雪纺的感觉，但好土啊！它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这边有点像这种窗帘的灯笼袖，但是我觉得在海边有一个防晒的这样的罩子，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像坎昆这种地方穿比基尼出来的时候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罩子非常有必要。然后也是一件睡衣，之前跟你们说过我要买它，还是挺厚实的，是那种毛巾的料子，还蛮有弹性的，是这个小紫，因为我现在好喜欢紫色嘛。然后这个就属于在家的一个家居服，2件套，裤子也是这种有绑带的，然后衣服就是这种套头的，上面有一个小太阳，它有很多颜色，我觉得那个蓝色也是很好看的，但是很重，不知道穿起来会不会累啊。然后是一个泡沫，是我在徐滩村买的，这个是我之前有买过的，之前放在国内家里没有拿过来，我觉得颜值非常高，是那种很厚的陶瓷，然后上面是这种小柠檬黄黄的，我觉得好可爱。他们家的厨具都很可爱，然后这个是有碗啊，有盘子，有碟，稍微有一点深度的碟子，对我来说是最实用的。我没有办法买一套，因为运费简直太贵了。然后是一个灰色，有点是羊毛呢子的那种小外搭，它这个上面写的是安哥拉兔毛和羊毛混合的一个外套，质量确实是非常好的，摸起来就是不差于 Max Mara 的感觉。现在这个季节已经穿不了了，它比我想象的要薄。我看模特穿起来还挺气质的，就那种简单大方的感觉。这个是什么？也是我在徐三村家买的热水壶，可以把热水放进来晾凉的一个冷水壶。这次我在双十一找了好多凉水壶，然后这个是我最满意的一个。我看它是直接可以放在电磁炉加热烧水的那种，我觉得它的玻璃一定是非常的耐热，也不怕直接热水倒进去就会炸。所以大家如果买凉水壶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玻璃可不可以是装那种非常热的水，否则真的会炸。它上面是这种木质的盖子，然后有这种橡胶的塞子，然后它同样也有成套的杯子和那种木托，然后就是本箱子最后一样我的东西了。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每次出去旅行，不管是再好的酒店，我都不会想直接用自己的皮肤接触它的被套的。所以说我每次出去旅行，要么我就有这个一次性的被单，要么就是我会自己带一个被套。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如果你没有这种旅行被单的方法，旅行被单确实要比我那个被套方便很多，记得去旅游之前把它洗一洗啊。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套子，就直接装上去放在行李箱里，非常的贴心。然后这个小一点的箱子呢就空了，我现在跟大家拆大箱。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草帽，预想去墨西哥玩的草帽。当我决定不去坎昆的那一刻，我已经想象到我开箱淘宝这些东西我是有多么的难受，我确实现在好伤心啊。它是一个这样的草帽，就是我觉得不能经大风吧，上面这块特别的浅，但我觉得如果你拿它照2张照片还行啊。如果但凡有个大风，它底下是没有任何一个防风措施的，所以说一下就会被吹走。你看，给大家感受一下，就一下就会被吹走。凹造型可以，如果真的去海边玩，海风一吹，帽子就丢了。然后呢是这个我买了好多，这个我买了4个，这个也是梳妆台的收纳，是放刷子的，是这样子的。我买了4个，所以说就可以这样叠成一排，刷子就可以分类好，这样插在这边。
不会很浪费空间，然后也比较好找。如果你想拿哪一个，就直接就能拿得到。这个我推荐给经常爱化妆的女孩，它可以不仅放刷子，比如说你的眼线啊、睫毛膏啊，也都可以往里面放。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梳妆台收纳。下一个东西是3双袜子。这3双袜子是在家里穿的袜子，非常舒服，那种毛巾的材料。我选了一个白色的、一个黄色的和一个紫色的。黄色是我明年新色，现在最爱紫色，白色最百搭。所以他们家的颜色呢是你自己可以选的。我觉得穿在脚上也是比较舒服的，不会掉。我觉得女生还是应该注意一下你的脚部保暖，就不要让自己感觉到长时间的手脚冰凉。基本上我在家的时候，我都会在家穿这种家居袜子。女生要爱护好自己哦。然后就是这3件套都是金属的，有灭烛、勾灵和烛心碱。然后其实卖蜡烛这些地方都有卖这些东西的，但是这边卖的就比较贵嘛。然后这次在淘宝买的，他们家有4个颜色，选择黑色、金色、银色、玫瑰金，我就选了一个银色。其实我买这3个就是为了精致一点嘛。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是蜡烛的烛心碱。如果你不点燃它，每次再次燃烧，它就会冒那种黑烟，就是有害的气体。因为每次以前我都用那种小剪子，然后到底儿就特别难剪。这个我觉得就很方便喽。然后下一个光腿神器，我这次买了很多光腿神器。我在网上看嘛，大家都说今年出的光腿神器和之前的大不相同，因为之前我有买过，真的特别假，要不就是那种假白，要不就是显得你腿特别暗，就很难看。今年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大家发那个光腿神器，感觉做的真的要比去年好很多。大家推荐的每一家我都有买，然后这个说实话我觉得也挺假的呀，可能是我选的太厚了吧，因为我们这边真的很冷，这个不推荐。我一会儿慢慢开箱，把几个觉得比较真的放底下推荐给你们。这个不推荐，很假啊，就是假白。然后是一件白色的你想去坎昆的小裙子，一个这样子的小裙子，想说在海边穿应该会很好看，可惜一时半会儿穿不上它了。然后又是一个泳衣的罩衫，这个是我之前有买过的，然后放在国内了。它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你里面穿任何一个泳衣外面都可以搭一个它，也是那种肥肥大大的，但是又不失小性感，又有一点波西米亚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推荐的，然后上面领口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去海边的女孩可以去买它。然后是在 Boca Look 吧，这个是对。这个是在 Boca Look 买的一件大毛衣。其实我这一次的淘宝没有买很多衣服，真的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非常的厚很重。它是马海毛那种毛衣，就是马海毛在冬天穿上去就让人看着就感觉暖暖的。其实衣服这种重我反倒很喜欢，因为感觉是垂垂的，它大概就到我的大腿根的那个地方，袖子也是这种肥肥大大的，然后它有咖啡色和灰色，它上身也是那种就是很滑，它不会感觉很扎，但是非常的掉毛，这也太掉毛了吧！它顶上这个大毛掉，小毛也掉，这个也太掉毛了吧！我的天啊，我摸它现在浑身上下都是毛。然后是这个是我买了一个西服的外套，也是盲买的，没在这家买过衣服。其实买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配一条腰带，我觉得质量还不错，然后还挺厚实的。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在温哥华穿，我觉得现在还 OK。然后是一件泳衣，哎呀，都是为了去坎昆买的。泳衣5件套，真的是5件套，因为现在不是有点发胖了吗？就不太敢穿特别露肉的比基尼。大家看我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就是我之前在迈阿密照的一张照片，在海边，其实就是那种长袖的，有点像潜水服的泳衣。一个是这个白色的拉链的长袖，里面有配一个泳衣的上身，然后下面呢又有一个这样的短短的裤子，就是你可以在海滩上直接这样穿，就还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泳裤，最重要的呢，它还有一件是长裤，就真的可以当潜水服。海边或者是像中国三亚那边啊，都是非常的晒。我觉得穿这种潜水服类的泳装有2点好处啊。第一点就是你可以下水的同时也可以不用露肉，就是而且穿上是那种比较显瘦的。然后第2点好处就是你可以下水的同时又不怕晒，整个长衣长裤穿出来真的一点都不怕晒，一点都晒不到。然后呢，它又不会很热，穿起来那种料子就是泳衣的料子。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也是一个光腿神器。哎，我猜错了，它是一个 legging。这个打底裤呢，就很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荐那个张大奕的鲨鱼皮打底裤，就是那种很勒很紧，穿着也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又可以很显瘦，然后又是光腿神器。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稍微没有那么白，但是我觉得也很假呀，就是你一看穿上去就是一个光腿神器。这家是黄小姐，在网上其实大家推她家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
确实也不是很光腿，可能是因为我选的这个太厚了吧。然后是一件毛马甲，哎呦，这质量，确实不咋地。然后这个毛做的非常的廉价 ，oversize 一件毛衣，想说里面穿一件衬衫或者是一个黑色打底衫，外面搭一个这个，感觉还能挺好看的。但是质量确实是不咋地啊，我记得价钱好像也不贵，100多块钱，但是做的确实是不太好。又是一件选给海边穿的，大家会觉得这种很显老吗？因为我觉得在海边就应该穿一些这样花花的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2件套，底下是那种阔腿裤，就完全不会热，又很防晒，然后上面还有配一个腰带。但是也是一时半会儿穿不上的东西。然后这次除了光腿神器买了很多，还有就是一个东西买了很多，就是透明手机壳。因为我现在的另一个手机，我现在用华为，然后另一个手机我现在有一个苹果11，我买了是黄色的。又说到明年的幸运色不是黄色嘛，所以就说买这个黄色手机想把它露在外面。最开始就买了2个透明壳，后来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手机后面放的那个小卡片。买了几家小卡片，他们都有赠送透明手机壳，所以我现在就得到了很多透明手机壳。一会儿应该能拆到小卡片，到时候给大家看。然后也是一条打底裤，这打底裤主要是我想说是健身时候穿的哦，它上面还有他家 logo， 它是那种很高腰的打底裤，看中了他们家高腰的设计，也是很紧不勒的那种。哎呀，真是难受啊！希望看我的视频有在圣诞节去那种海边玩的女孩，然后给你们推荐这个，这个质量非常的好，就是那种丝丝的感觉，是一个大长袍，随便穿个小裙子，外面防晒套吧，然后质量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我很推荐啊，这种质感也会穿起来比较凉快。One More 泳衣也是一件白色的，但是套头式的，没有拉链，上面是这样的，里面呢是有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白色的泳衣，就是一个像 bra 的东西，然后下面是一个高腰的三角裤，其实有点买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就是我的一堆手机后面的小卡片了，就是这种小卡片放在透明手机壳和手机外面，中间夹着，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我买了动漫版本的，然后就是这种比较个性他们拍的照片，然后还有，他都会把2维码放在这儿让你扫它，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个性设计师的感觉，他随便在小说中撕了一页纸让我夹在后面，我觉得莫名感觉很好看，很多这样的小卡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卡片就非常推荐给大家了。是2019年，我的天呐，这2019年都要过去了，我为什么要买2019年？但是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这样的日历，这个夹在手机后面是有功能性的。如果是哪天比较重要，或者是你想记录点什么，你都可以写在手机后面，因为你手机都是永远拿着嘛，就是你永远都能看得到的。但是我真的是太白痴，我买的是2019年的，2019年现在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为什么不买2020年的？然后就是给自己补货了一个 CanMake 的睫毛打底膏，这个说过很多次了。还有一支就是之前读错的智优泉，不是雅优泉，智优泉的眼线液笔，我觉得非常的好用，然后又补货了一支。又是一个光腿神器，现在已经是第几个了？这个非常非常的厚，然后颜色也是那种有点发红棕的那种肉色。然后是一个放车内的收纳空调出风口收纳袋，这个就直接插在空调的出风口，因为我现在开那个车就没有什么收纳的地方，有时候一支口红啊、唇膏、护手霜啊、眼镜都没有地方放，我觉得放唇膏、护手霜很适合放这种袋子里，它就直接夹在空调的出风口，选的是粉色的，还有其他颜色。但自从我车被砸了之后，现在好像这个东西我也现在不太敢放。然后这边买了一个 AirPods 的收纳袋，市面上现在确实有很多 AirPods 的壳，确实都非常可爱。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就是这种皮质的，顶上有3只小花，应该是革的，摸起来。然后上面是这种一捏就会开的，然后你也可以收纳正常有线的耳机。我觉得这个小袋子作为一个或者当你的零钱包也是很好的，很可爱。然后是熊眼镜，经过折射，我确实现在这么直着就能看到我现在下面都有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通过镜子的折射，从这里折射到这里，然后就是戴上。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要买这个啊？因为我确实每次睡觉之前都要看很长时间的视频，或者是玩很长时间的手机，然后每次这样窝着脖子，一是怕有颈椎病嘛，主要是第2点，我现在颈纹越来越深了，就不想说这样窝着脖子一直玩会有颈纹，这样现在就可以直接这样躺着，这么玩就能看得到了。然后就是 Too Many
非常非常多的手机卡片。然后这个不是赠送的，这个是我想说的。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采耳过？这个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天天用啊。就是这样放在耳朵里，它上面就是小毛毛，放在耳朵里这样自己的转。就是那种痒痒的采耳，我非常非常喜欢采耳。我每次回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有采耳，因为真的很爽，就那种痒痒的在你的耳膜或者耳壁上，就那种小毛毛那种声音，就是 ASMR， 应该是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来模仿这种采耳的声音，我很喜欢采耳。我现在其实家里还有，但我觉得时间长就应该更新换代一套，毕竟是放在耳朵里的东西。然后又买了一套，里面有这种小毛毛球，有这种大毛。很多毛，然后是2个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的L 型的充电线，然后买的是2米的线。为什么又买了呢？因为我现在不是换华为了嘛，然后之前是苹果的，然后又买了2个，我和我男朋友一人1个。这个是可以玩手机，然后防折的，然后充电又很快又很安全的，之前有推荐过，不多说了。然后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包包。我任何买的，不管是大牌还是平价，从来没有买过这种包啊。为什么要买这个呢？是因为我想装电脑。然后就是现在当了博主之后，电脑基本上是我随身背的，因为我到哪都要剪视频嘛。我觉得很缺一个这样的包。然后这个质地真的很好，哎，是那种皮的。然后里面也不会说硬硬的，你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有多软，size 也是刚刚好。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这样的收纳包，就是母子包嘛，这个叫，里面是可以收纳一些，比如说充电线啊、鼠标啊，或者是那些外设等等。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做你的电脑包，出去剪视频这样一背就走了。它颜色有很多种，都是那种莫兰迪的色调，我觉得大家随便选，如果不想选黑色，其他颜色也都很好看。然后是一件黑色的西服，一件很普通的黑色西服，也想说是配我那件腰带的，然后是这种 oversize， 他们家还有其他颜色，这个就是正常的西服的面料，质量也是比较好的。现在这个天气肯定是没有办法穿纯黑色的西服，还不错。下一样东西是也非常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卡的收纳包，给大家看啊，一打开这么多卡，外面颜值也不低。这个卡包不是想说自己出门携带的，家里有很多卡需要规制，然后我现在就放在某一个钱包里，先给它撑到大，又变形不好看又不好找，这个就一目了然嘛。里面有16个卡槽，一个你都可以放2到3个卡，我觉得它颜值很高，也不占空间，又很好收纳，就是一个收纳卡的一个小卡包。最后2样东西了。能看到我视频现在的一定都是真爱。一件蓝色的毛衣，就是，哎呀，这不太好看啊，就感觉肥肥胖胖的，也不推荐。一件雾霾蓝色的毛衣，颜色和整体的感觉是那种很慵懒的，但是它这个版型我不是很喜欢，应该会显得肩膀很壮。最后一件。Marky 家的裤子，一个军绿色的牛仔短裤，就是一件很普通的军绿色的，因为我没有军绿色的牛仔短裤，然后我看模特穿这个还挺好搭的，还不错。好了，现在箱子空了，我35公斤的箱子已经跟大家打包完毕了，希望大家还喜欢我这个视频。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给我点赞，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的视频了。然后下周的视频呢，将会和我的朋友来玩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游戏，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我这个35公斤之内的今天没有给大家看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拜拜。